作为帮你频道上第一支华为评测影片，我们今天一次带来华为 P30以及 P30 Pro 完整深度评测。当然，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以及跟 Mate 20 Pro 相比究竟如何，我们一样都不会少，一起来看看吧。依照惯例，先来看盒装。在盒装上 ，P30跟 P30 Pro 设计基本一致。打开来后 ，P30 随附了 22.5 瓦快充组 ，P30 Pro 则是随附了40瓦华为超级快充组。两者也都在盒内直接随附了透明清水套，相当贴心。不过还是推荐大家帮你前阵子介绍过的 Hoda 柔实军规防摔壳，尤其 P30 Pro 这次又是曲面萤幕，在摔落后破掉的机会大幅提升。经过帮你稍早的实摔测试，一样是曲面萤幕的 Mate 20 Pro 在实摔测试中成功过关。而在设计上 ，Hoda 这次推出的专属军规防摔壳，一样采用相当舒服的类肤触感材质，官方叫它柔实款。除了通过 SGS MIL STD 810G 军规防摔测试外，可以明显感受到 Hoda 的壳少了以往军规防摔壳的厚重感，手感上更为轻巧一些，在边缘跟背盖的触感过渡上也相当一致。最重要的是 ，Hoda 军规防摔保护壳完美兼容 Hoda 玻璃贴，尤其这次 P30 Pro 透过萤幕发声技术，达到正面萤幕完全没开孔。在 P30 Pro 曲面又没开孔的萤幕，搭配上真满版玻璃，爽感还是相当高。而大家关心的贴上后经过实测，萤幕下指纹辨识一样可以成功使用。可以说 Hoda 是目前针对 P30 系列最完整的周边厂商。当然，如果还没有看过邦尼稍早的实摔测试，也欢迎点击右上角观看啦。外观设计上，邦尼手上的 P30 以及 P30 Pro 都是讨论度最高的天空之镜版本。在大部分的时候，天空之镜就像一片蓝天中又带一点紫色云彩。如果换个角度，整个机身又变成了一片纯净的珍珠白。透过不同角度变换，就如同蓝天，令人捉摸不定。老实说，光天空之镜的各种角度，邦尼自己就玩了好一阵子，也确实让 P30 在一片彩色机海中更令邦尼印象深刻。而在机身边缘过渡上， P30 就跟大多数方正机种一样，没什么亮点。P30 Pro 除了采用双曲面设计外，相较上一代 Mate 20 Pro 在边缘过渡上又更为圆润。Mate 20 Pro 出现的边缘硌手感也好上不少。而邦尼最喜欢的是上下的平整收边，虽然在侧边看来显得生硬突兀，但从正面看上去更为平整阳刚。不过因为并不影响实际手感，就看个人喜好咯。看到机身配置，两者都有顶部隐藏天线麦克风。P30 Pro 则是多了红外线发射器，可以透过手机启动家中的冷气等等。两者都将主要的按钮集中在右侧，由上到下分别是音量按钮以及电源按键，在手感上都属于回馈比较明确的按钮。左侧部分 P30 拥有双 Nano 卡槽 ，P30 Pro 则是没有任何开孔，底部是差异比较大的地方。再来，仔细听好咯 ，P30 拥有 3.5mm 耳机接孔麦克风，采用 Type-C 接孔以及大喇叭配置。P30 Pro 则是将卡槽放在底部，采用双面的双 Nano 卡槽。不过需要稍微注意的是，卡槽旁边紧接着就是麦克风开孔，请务必看清楚再插入啊，要不然可能会伤害到拥有防水功能的 P30 Pro。一样采用 Type-C 接孔以及大喇叭配置，不具有 3.5mm 耳机接孔。整体来说，华为在外观设计上还是相当成熟，虽然没有长久继承的品牌 ID， 但整体来说，手机做工也在水准之上。影音娱乐部分 ，P30 采用 19.5:9 6.1寸 Full HD Plus OLED 显示器。P30 Pro 则是搭载 19.5:9 6.47寸 Full HD Plus OLED 曲面萤幕。邦尼就不废话，直接说结论。在显示效果上 ，P30 跟 P30 Pro 在播放 YouTube HDR 片源时，显示色彩跟明暗对比，在调教上相似度还是比较高。P30 Pro 会更鲜艳一些。而若是 P30 Pro 跟 Mate 20 Pro 相比，
搭载 2K 萤幕的 Mate 20 Pro 细节上绝对是完全胜出，毕竟 6.47 寸的 P30 Pro 只有398 ppi，Mate 20 Pro 则是来到538 ppi。至于大家关心的萤幕频闪问题，邦尼个人在大部分光源充足的环境下，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差异。不过在低光源下，经过 S10 Plus 的良好萤幕体验洗礼后 ，Mate 20 Pro 跟 P30 Pro 确实是邦尼少数看不久就觉得眼睛模糊的显示器。我们也一字排开邦尼手上几只相对主流的 OLED 新机种，尽量将亮度调整一致。可以看到左侧两只 Mate 20 Pro 跟 P30 Pro 在频闪上确实相当明显，不过日常使用上，邦尼认为影响不大，就少在黑夜中玩游戏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P30 Pro 除了拿掉 3D 人脸辨识模组变成水滴萤幕外，其实听筒也采用了萤幕震动发声，所以只要将耳朵贴上手机，不论在哪个位置都可以听到声音。如此一来，带来最大改变的就是，在经过邦尼摸过 OPPO Reno 完全平面的背盖后，拿掉听筒的 P30 Pro 正面完全是平的，真的深得邦尼的心。不过伴随而来的就是要适应一下讲电话得贴紧耳朵的使用方式了。而在音效上 ，Mate 20 Pro 是双喇叭设计，第一个喇叭位在萤幕上方，而第二个喇叭则是相当特别。将底部喇叭透过 Type-C 接孔的孔缝发声，达成双喇叭。不过在 P30 Pro 上，毕竟正面萤幕已经没有实体开孔了，所以也只剩下底部的单喇叭。究竟效果如何？邦尼也播放一段音乐，让大家比较看看。可以从刚刚的片段听到，其实在实际听觉上 ，P30 Pro 少了双喇叭的包覆感，确实稍微不平衡。但跟 Mate 20 Pro 相比，邦尼却觉得差异存在，但不明显。我想最主要的差异是，原先 Mate 20 Pro 顶部喇叭音量就不大，所以其实差异有限。性能部分，华为 P30 跟 P30 Pro 依旧搭载华为自家麒麟980，两者都采用8GB 的 RAM。邦尼先带大家来看上一代 Mate 20 Pro 的跑分结果。在AnTuTu跑分中，一般模式下 Mate 20 Pro 达到269476分，简易跑分数据可参考以下表格。而若是开启效能模式 ，Mate 20 Pro 则是达到303038分。接着看到 P30 的AnTuTu跑分282086分，简易跑分数据一样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在一般模式下，对比 Mate 20 Pro 在效能上会来得好一些，而 P30 Pro 则是达到291298分，简易跑分数据依旧可以参考以下表格。当然，更完整的测试结果，包含 P30 系列以及 Mate 20 Pro 的详细结果，邦尼团队都会更新到 isbonny.com 的测试结果页面。而 P30 Pro 在开启效能模式后，则是达到316588分，所以即使更多的优化，麒麟980基本上就是落在30万分上下，在性能上基本上跟 Mate 20 Pro 相当。实际体验主流的游戏，传说对决、崩坏3等等，其实也都没遇上什么问题。整体而言，在性能上还是相当足够。而在续航上 ，P30 搭载3650毫安时电池。在 PCMark 80%到20%电力测试达到13小时54分，一样搭载麒麟980加4002毫安时的 Mate 20 Pro， 则是达到13小时17分，一样是4002毫安时的 P30 Pro， 则是达到目前旗舰机中待机时间最长的15小时15分，三者一天一充绝对足够。回血上 P30 Pro 一样支援华为40瓦超级快充，在动画上一样是以小数点计算，在邦尼的0到100充电测试中。P30 Pro 只花了57分钟就充满，不到1小时的时间充满4002毫安时，真的非常惊人。而在生物特征辨识上 ，P30 跟 P30 Pro 都将辨识位置从邦尼大力称赞的 Mate 20 Pro 中间偏下的位置，换回了跟大多数厂商一样的萤幕底部，在体验上真的还是 Mate 20 Pro 比较好，期待后续能够回归。而三者在辨识上都很快，辨识率也很高，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脸部辨识上 ，P30 系列则是拔掉了3D 脸部辨识，稍微可惜。不过在系统体验上，包括超级快充的小数点、最近很流行的黑暗模式以及全萤幕手势 ，P30 系列都有。在返回手势上，则是跟小米一样，采用侧边滑动返回的选项。而帮你最喜欢的，依旧是用关节轻敲2下就可以截图。拉住截图往下滑，可以进行全萤幕长截图；而用2只关节同时敲2下，则是可以启动萤幕录影。在体验上真的相当不错。可以看到，今年不止华为在 UI 上有了更多细节跟逻辑上的补强 ，OPPO 跟 vivo 也相继大幅度的调整使用界面，不论是使用方式或是设计，都可以看到有更大的进展。整体来说，在性能上 ，P30 系列继承了麒麟980该有的性能表现，受益于全新的优化。在性能更好的前提下，续航上1天1充也还是足够。在生物特征辨识跟操作界面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是 OK 的。华为 P30 Pro 采用4镜头模组，包括 f1.6 4000万画素主镜头、f3.4 800万画素5倍光学变焦镜头、f2.2 20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以及 TOF 3D 景深镜头。P30 则是采用3镜头模组，包含 f1.8 4000万画素主镜头、f2.2 1600万画素超广角镜头，加 f2.4 800万画素3倍光学变焦镜头。然后最困难的地方来啦。这次 P30 最创新的地方 ，RYYB 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帮你也以简单但绝对不精准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究竟有什么差别。简单来说，光线变成一张图片之前，图像处理器需要先取得明暗细节以及色彩2种资讯，而在顺序上是光线先经过绿色阵列得出色彩，才进到感光元件得到明暗细节，最后进行图像处理。如此一来，光线在经过绿色阵列取得色彩时，就会阻挡光线进入到感光元件。所以为什么黑白镜头能够有更好的明暗细节保留，就是因为缺少绿色的过程，进光量也会更多。Sony Xperia XE2 Premium 的黑白双镜头，就是利用黑白镜头得到更好的明暗细节，再透过彩色镜头进行上色的概念。好，问题来啦，传统的 RGB 色彩滤镜虽然可以得出色彩，但如果不使用黑白加彩色双镜头的方案，势必在进光量上还是受限，所以 RYYB 就诞生了。RYYB 把 RGB 的2个绿色换成了黄色，这样一来，这个 Y 就可以同时接受绿色以及红色的光线，相较起来入光量也就更多。华为所说的多出40%的进光量就是这么来的。不过同时也因为色彩算法变了，很可能会造成颜色还原有所偏差。不过说归说，究竟实际拍摄的效果如何？我们透过样张边看边说。先来看第一组样张，这一次我们找来 P30、P30 Pro、Mate 20 Pro 以及目前综合相机也相当优势的 S10 进行对比。首先看到 P30 跟 P30 Pro， 可以看到两者在调校上还是相对接近。不过看到前景草丛部分，可以看到 S10 Plus 在 HDR 跟画面细节上依旧仗着可变光圈跟1200万画素的优势胜出。放回整个画面来看，值得一提的是 Mate 20 Pro 在 HDR 效果上更胜于 P30 系列。而眼尖的观众应该发现了，在色彩还原上 S10 Plus 整体画面还是更接近肉眼所见。华为一家则是碍于 HDR 算法，面对大面积逆光环境，在整体亮度上压抑不少。另外一个小重点是，大家可以看到应用 RYYB 的 P30 系列在成色上跟自家 Mate 20 Pro 有相当大的不同。下一组样张一样可以得到 S10 Plus 在 HDR 上几乎完全胜出，即使面对大太阳场景，表现依旧相当不错。而华为阵营则是 P30 更胜过了 P30 Pro，P30 Pro 的色彩还原则是变成了偏冷偏红。放大来看，在画面细节保留 S10 Plus 稍微更好一些。在下一组样张放大到建筑物顶部，可以看到在 HDR 跟画面细节上 S10 Plus 更好，而华为 P30 系列在白平衡上则是偏暖。帮你先做个小结，在日拍上，华为的 HDR 算法还是有蛮大的进步空间，1000万画素则是让画面细节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全新的 RYYB 除了让 P30 系列在色彩还原上不太稳定外，跟自家 Mate 20 Pro 相比，在 HDR 上更略显退步，稍微可惜。夜拍上，这是未开启夜景模式前，放大到右下角来看 ，Mate 20 Pro 稍微更好一些。
放到左侧暗部可以看到华为 P30 基本是全黑的 ，S10 Plus 稍微好上一些。而开启夜景模式后呢，华为彻底活过来了。不过自从 S10 Plus 更新了夜景模式后 ，S10 Plus 在色彩还原明显更好，右下高光 S10 Plus 也成功还原，左侧暗部更不出 P30 系列。接下来几组样张都可以得到一致结果。最后，我们也拿出 Google Pixel 3来做对比，这是一般模式，这是夜景模式。虽然高光抑制稍微不利，但还是可以看到，想把黑夜拍成白天，还是 Pixel 3更适合一些。可以看到，随着大家都有夜景模式，华为在 HDR 解析力不足的短板也会更为放大。不过，作为手持夜景的始祖，随着各家都大步往前迈进，华为的夜拍似乎有被超车的迹象。不过，换句话说 ，P30 系列确实还是目前夜拍相当强势的机种。而在 P30 系列上最特别的望远镜头，邦尼直接带大家看样张。首先先看到1倍，接着是5倍，最后看到10倍。好，切换回1倍，可以看到华为的10倍无损变焦真的很强，跟自家机台对比，可以看到 P30 Pro 在细节上完全胜出，而 P30 跟 Mate 20 Pro 基本差异不大。再一组1倍、5倍、10倍。P30 Pro 即使拉到10倍，在画面细节上还是相当不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P30 系列的色偏问题一样会在望远镜头出现。而大家一定想知道 ，Google Pixel 3通过软体算法的 Super Red Zoom 差异有多大？来看样张，这是1倍，在 HDR 算法 Pixel 3一样胜过华为，而接着5倍差距就已经很明显了。因为 Pixel 最多只到8倍，但结果很明显，硬体就足够压死人。P30 Pro 在望远上就是目前最强。然后最棒的是，如果你跟微信一样是舞迷，最近5月天公车又在马路上开着，但它硬生生停在马路对面，怎么办呢？快点拿出华为 P30 Pro， 这是1倍拍整台公车，放大5倍拍整张海报，放大10倍拍主唱大人，可以看到在细节上还是相当不错。而 P30 Pro 也支援放大50倍，在拍摄时，虽然华为在观景窗稳定镜头上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不过还是推荐大家至少找个靠手的地方才能稳稳的拍。50倍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用望远看到对面建筑的娃娃机摆了什么，你也可以从远方看 Jordan Brand 店里有什么，也可以用不同角度拍装置艺术。可以从遥远的彼方看到前面有间全家。邦尼也提供更多样张让大家参考咯。那拍月亮呢？我们拍了，但我们还想要做评测。爸爸不说，爸爸看样张。接着来看广角样张，第一组样张，这是广角开启之前，这是开启超广角后。可以看到 S10 Plus 跟华为系列相比，三星的12mm 超广角会来得更广一些。还是那句话，超广角能够在同一个位置拥有更多构图可能。邦尼当然也乐见更多厂商加入咯，一样也提供更多样张给大家参考啦。除了超广角，这次也支援 2.5cm 超级微距。邦尼在拍摄节目期间，不经意的想拍摄路边小草的细节，结果用上了超级微距拍摄，才发现草上面居然有蚂蚁，一时间透过肉眼还没有看到，算是相当惊奇。而邦尼也顺手拍了一张一般镜头下的小草，这是微距镜头下的画面，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用不同的方式看世界。华为作为目前相当强势的手机制造商，邦尼团队尽可能的将 P30 系列进行完整深度评测。不过碍于时间有限，邦尼也只能更精准的带大家看重点。在外观设计上，天空之镜在今天让邦尼印象相当深刻的设计，不同角度看见不同天色，有珍珠白上的云彩，也能看到蓝天中的紫色幻彩，确实相当特别。而在影音娱乐上，显色上并不差，没了 2K 稍微可惜。就一句话，不要在晚上玩手机。不过喇叭只剩单边也稍微可惜。P30 Pro 效能上依旧是旗舰水准，续航力是目前旗舰中最好。
而40瓦快充不用1小时就充满，没啥好说。而相机10倍无损变焦真的强，不过日夜拍中的 HDR 画面细节确实还有进步空间。夜拍更是随着大家都有夜景模式，甚至有被超车的迹象，这点就留给大家讨论啦。好啦，本期节目结束了，不要忘记右上角对华为 P30进行投票，或底下留言告诉邦尼团队，你还想知道华为 P30哪项功能，或想看的产品测试。对了，快点到 Facebook 私讯邦尼的粉丝专页，找邦尼 AI 小助理玩吧。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追踪我们的 Facebook、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跟我们讨论。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拍到了，不好意思。